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哦。OK，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大也超级敏感的话题——宗教。你想想看，宗教到底是什么？是来自天上的神圣启示，还是我们人类对这个未知世界的一种敬畏跟恐惧？但如果我现在跟你说，这一切，不管是宏伟的教堂、庄严的佛寺，还是你发自内心的虔诚祈祷，背后的原因可能没有那么神圣呢？如果有一派顶尖的科学家跳出来告诉你，宗教信仰其实就只是我们大脑里面一个从石器时代留下来的远古程式，不小心跑出来的一个小 bug， 一个演化过程中意外的副作用，你敢相信吗？这听起来很疯狂，对吧？数千年来影响了全球数十亿人的信仰、仪式，还有那些深刻的神圣体验，难道真的只是一场我们大脑的美丽误会吗？这个问题，我得说真的非常挑衅，但同时也真的非常迷人。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戴上科学家的眼镜，来一场深度的思想辩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辩论路线图。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个非常有影响力，号称是全新的科学答案，看看它到底有多厉害。接着，我们会深入拆解它最核心的主张，宗教到底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一个预设程式？然后，重点来了，我们会看看这个看似完美的解释，它有什么样的极限，甚至是致命的缺陷。我们会用一个非常具体的案例，也就是宗教仪式的意义，来看两种观点之间巨大的冲突。最后，我们会一起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像宗教这么复杂的东西，到底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解释？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好，第一站，我们先来看看那个号称能给出终极科学解释的理论，究竟是何方神圣？近年来，在学术界真的有一个观点可以说是超级火红，他宣称自己终于找到了解开宗教这个千年之谜的万能钥匙。这个理论流派，学术上我们称之为新自然主义。简单来说，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宗教这个看似神秘又神圣的现象完全的自然化。他们的野心真的很大，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就像是想把宗教这台运转了几千年的神秘机器直接推进科学实验室，然后把它彻底拆解，看看里面的每一个齿轮、每一条电路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们坚信答案不在天上，也不在神的心中，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里面。那这个领域的掌门人是谁呢？就是这位人类学家 Pascal Boyer。你看他这本书的书名《解释宗教》（Religion Explained） 就这么直白，野心勃勃。你可千万别小看这本书哦，他在学界真的掀起了滔天巨浪。很多人都说这本书根本就是新自然主义这个学派的圣经跟指导手册。所以今天我们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它的核心论点来展开。现在你看看波尔讲的这句话，感受一下这个气势。他说，过去所有关于宗教的解释，不管是哲学的、社会学的，还是历史学的，全部都失败了。哇，这个宣告可以说是相当大胆，对吧？这口气真的不小。基本上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前人都搞错方向了，现在看我的就对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我们继续看下去。波尔理论的核心其实可以用我们现代人都能懂的比喻来理解。他把我们的大脑看成一台出厂时就预先安装了很多应用程式的电脑。他的理论我们可以拆解成3个关键步骤，我们一步一步来看。第一步，他认为我们的心智不像是一个什么都管的中央处理器 CPU。不对，它其实更像你的 iPhone， 里面有一大堆各自独立的 App。你有拍照 App、地图 App、联络人 App， 每一个 App 都有自己非常专业、非常特定的功能。他把这些我们天生内建的 App 叫做心智模组。
第二步，那这些 App 是什么时候安装的？不是你后天去 App Store 下载的，而是出厂设定，也就是与生俱来，直接写死在我们基因里的。而且这些 App 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解决我们祖先还在洞穴里生活时的各种生存问题，比如说哪个 App 负责找食物，哪个 App 负责躲狮子，哪个 App 负责分辨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第三步，好，这就是关键了。他认为宗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宗教 App，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主要功能，而是一个副产品，或者说一个 bug， 是我们那些为了生存而设计的古老 App， 在我们现代社会这个新的作业系统里，不小心被误触或过度反应所产生的结果。那这个误触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博尔提出了2个核心机制，第一个叫做动音侦测系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敏感的烟雾侦测器。你想想看，在石器时代，草丛里突然有动静，你最好先假设那是一只老虎，然后拔腿就跑。就算99.9%都只是风吹草动，但只要有一次你猜对了，你就活下来了，你的基因就能传下去。所以演化就把这个宁可错杀100，不可放过1个的警报系统深深地刻在我们脑中。这个系统在现代社会就很容易误触，对吧？一阵风吹过，门突然砰一声关上，或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巧合，我们的警报器就立刻大响，有动音，有东西在那里。鬼、灵魂、神的概念就这样产生了。OK， 那警报器响了之后呢？第2个机制，本体分类系统就启动了。这听起来很学术，但其实很简单。我们的大脑里有几个基本的分类资料夹，像是人类、动物、工具。当我们的警报器侦测到一个看不见的动音时，大脑会想，这东西是什么？然后自动把它归类。如果它被丢进了人类这个资料夹，大脑就会自动帮它贴上人类的预设标签，比如它有思想、有记忆、有喜怒哀乐。你想想看，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有思想和情绪的存在，这不就是神或鬼魂的基本设定吗？所以博伊尔才说，神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而是我们大脑的预设程式自动生成出来的。是不是真的非常颠覆你的三观？哇，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天哪，这个理论也太厉害了吧？非常简洁，非常有说服力，逻辑上好像也说得通，好像真的把宗教这个千年大谜题给彻底破解了。但是，等一下，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那这场辩论不就到此结束了吗？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因为有一位学者芭芭拉·史密斯，他对博友的整套理论提出了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批判。史密斯抛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把我们复杂又充满弹性的大脑简化成一台装满了石器时代软体的电脑。这个比喻真的能够涵盖所有复杂的人类行为吗？会不会是我们为了追求一个简单漂亮的科学答案，反而忽略了故事里更重要的部分？史密斯的批判，我们可以整理成几个拳拳到肉的重点。第一拳，巴耶尔整个理论的地基就是那个心智模组理论，对吧？但史密斯直接指出，这个理论在认知科学界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根本不认同，它远远不是一个学界公认的事实。这是地基不稳。第二拳，也是最致命的一点，巴耶尔的模型几乎完全忽略了文化、历史和社会学习。在他的世界里，好像一个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跟一个在台北东区长大的现代人，他们产生宗教信仰的机制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们的教育、家庭背景、社会环境，难道都没有任何影响吗？第三，他假设所有人类的心智都长得一模一样，但真的是这样吗？第四，巴耶尔一直强调他的解释才是最科学的，但史密斯质疑他对科学的定义太狭隘了，好像只有演化生物学才算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些人就不算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集，巴耶尔讲的那些什么动音侦测模组，有人真的在我们脑袋里看过、摸过、用仪器测量过这个东西吗？答案是没有。
它们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推论，而不是我们在物理上观测到的实体。那如果博耶尔的大脑是电脑模型不对，史密斯认为应该是怎样呢？他提出了一个生态化的观点。你可以这样想象，博耶尔看大脑像一台出厂后就不太会变的电脑，但史密斯看大脑更像一座花园。这座花园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不只取决于你播下的种子，也就是基因，更取决于阳光、土壤、水分、气候，也就是我们的环境、文化、社会。这座花园是活的，是持续在跟外界互动，在改变，在学习的。我们的思想和信念就是在这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中共同生长出来的，而不是由几个17时代的 App 写死的程式决定。史密斯的这句评论真的非常犀利，可以说是致命一击。他说，博叶的那些所谓的心智机制，根本不是在实验室里用仪器发现的东西，而是他为了让自己的理论说得通，费尽心思想出来，又自信满满地宣称存在的东西。这句话等于是直接挑战了博叶理论最核心的科学基础。他宣称自己找到了宗教背后的底层因果机制，但史密斯认为他找到的可能只是一套自圆其说的漂亮故事而已。讲到这里，可能还是有点抽象，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个超级具体的例子：宗教仪式。从这个案例，你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波耶尔和史密斯这两种世界观到底有多大的冲突，可以说是天差远地。好，问题来了，一场宗教仪式，比如你去参加一场弥撒，或是过年时跟着家人去庙里拜拜，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根据鲍威尔的看法，仪式几乎没有意义。你没听错，他说这些仪式本质上只是我们大脑里那些管理社会关系的程式在自动运作而已。大家一起重复一些听不懂的古老经文，做一些固定的动作，其实并没有真的在传递什么有意义的资讯，就像电脑在背景跑程式一样，跑完就没了。但在 Smith 看来，这种说法简直是荒谬。他认为仪式充满了丰富的意义，它的意义不在于传递了多少资讯，而在于它唤起了参与者特定的情感，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引发了大家的反思。正是这种深刻的共享体验，才是仪式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能代代相传的真正原因。这里史密斯点出了一个波耶尔模型完全忽略的关键，叫做回馈回路。在波耶尔的线性模型里，是大脑程式输入产生了仪式输出，然后就结束了。但史密斯说，不对，这个过程是一个循环。大脑产生仪式，仪式反过来对参与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体验，而这个正面的体验又会回馈到大脑，强化了这个行为，让大家想要一再的重复它。所以仪式的效果本身就是它存在的原因之一。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过年，要吃团圆饭？不是因为我们大脑有个过年 App 在跑，而是因为吃团圆饭的那个温暖团聚的体验，让我们觉得这件事很有价值，所以明年还想再做一次。波耶尔的理论完全无法解释这个最重要的部分。OK， 辩论到这里，我们不是要简单地判定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而是要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于像宗教这么复杂的人类现象，到底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解释？我们真的能找到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吗？这张图我觉得完美地说明了一个关键点，我们可以把不同的解释模型看成是我们工具箱里不同的工具，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你看左边这个代表波耶尔模型的长条，它的价值在于它勇敢地尝试把宗教和我们大脑的认知结构连接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视角，但它的代价是巨大的，它几乎把历史文化、个人经验这些丰富又重要的面向全部都丢掉了。反过来，右边代表传统人类学或历史学研究的长条，它们的价值在于能够提供充满细节、文化脉络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但它们可能比较少去探讨背后天生的认知基础。所以重点不是2选1，对吧？一个好的解释可能需要我们整合不同层次的工具和视角，而不是坚持只有一把锤子。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这张表格总结了史密斯对波耶尔理论的最终判断。波耶尔的解释是完整的吗？
绝对不是，他忽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它是最终的答案吗？当然不是，它只是众多还在发展中的推测模型之一而已。那它真的是最科学的解释吗？史密斯也说不，因为他对科学的定义本身就有问题，而且他的核心主张都不是建立在直接的物理观测之上。所以，史密斯认为波野的理论并不是宗教的最终解释，它只是另一套推测而已。所以，今天的核心结论到底是什么？其实是这个。我们不需要陷入那种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的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也应该接受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演化出来的大脑确实可能有一些天生的认知倾向，让某些宗教概念对我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特别容易传播。这是波尔他们非常有价值的洞见。但是接受这一点完全不等于我们要接受宗教已经被我这个模型完全解释完毕了，这个有点狂妄的结论。承认大脑的因素，不代表我们就要把过去几百年来从人文学科、历史学、社会学累积的对宗教的深刻理解，全部都丢到垃圾桶里。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除了宗教，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些复杂的体验，可能也无法被任何单一、简化的科学解释所穷尽？比如说爱情，我们当然可以用荷尔蒙、多巴胺、演化心理学来解释爱，但是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能完全涵盖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或是你对家人的那种深刻羁绊吗？还有艺术，我们可以分析颜色、构图、对称性对我们视觉皮层的刺激，但这能解释一幅画、一首歌为什么能让你感动到流泪吗？这个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更谦卑地看待知识，也更深刻地理解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好，在结束之前，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趟精彩的思辨之旅。第一，我们介绍了一个叫做新自然主义的理论，它试图把宗教解释成是我们大脑里石器时代心智城市的一个副产品。第二，我们也看到这个模型受到了强力的批判，它被认为过于简化，完全忽略了文化和历史，而且它对科学的定义本身也很有问题。第三，透过仪式这个具体案例，我们看到两种观点的巨大冲突。一方认为仪式几乎没有意义，另一方则认为它充满了共享体验的丰富意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一个好的完整的解释需要的是整合多种视角，而不是迷信某个宣称自己是唯一科学答案的单一模型。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